发达国家怎么了？收入就能代表一切吗？萤虫之火怎能与皓月争辉啊？6月30号，我发布了一条关于韩国民生现状的内容，数据还不错，有赞同的，有反对的，这我都理解。1000个人心里他就1000个哈姆雷特嘛，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，观点自然不一样。但是还有这么一个群体，我不知道是单纯的好奇，还是故意带节奏的。我用韩元描述韩国收入，他问我怎么不换成我们的货币？我说首尔都市圈内卷，他说怎么感觉说的是我们？我说韩国年轻人压力大，他说我们的年轻人也差不多。我列举了一些韩国经济数据，他说你应该把我们的数据也拿出来。是我太落后了吗？还是我的思想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收入的高低成了判断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标准了？先不说这些，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，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，一个总人口不到5200万人，一个全国总人口近14亿人。一个出了首尔就是农村，一个脱离1线，还有2线、3线、4线，全国大大小小几十个都市圈让你选了。再不行还可以回家种地。一个主权缺失，国防还得找靠山；一个主权完整，国防体系健全。一个粮食自给率25%，一个粮食自给率100%，怎么比啊？这是一个概念吗？你的民族自信心是离家出走了吗？还是说你的眼睛所看到的真的就只剩下物质了？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：我们为什么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？就是因为在出现危机的时候，这18亿亩耕地最起码能让你以世界人均400公斤粮食的水平活下去。2战结束以后，日本人饿到去美国军营边上捡罐头盒子，这个你不知道不要紧。国际4大粮商曾2次攻击我们的粮食市场，你不知道也不要紧。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世界粮食危机，不应该不知道吧？你为什么还能不慌不忙地坐在那里玩手机？就是因为这18亿亩耕地，这是国家留给你的底气，也是你走投无路时候的退路。韩国、日本，一个粮食自给率25%，一个粮食自给率38%。如果国际粮食断供，你看他们慌不慌？俄罗斯、美国，一个粮食自给率155%，一个粮食自给率147%。如果国际粮食断供，再看看他们慌不慌？说的难听点啊，屁股都不带挪一下来。不要觉得这些东西离你很远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韩国年轻人除了进入职场，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独立创业，韩国有寡头垄断，没点特色你拿什么竞争啊？回家种地，韩国人均耕地面积。不说耕地了，韩国人均国土面积3亩地，够分吗？就这还得看白头鹰愿不愿意。好不容易卡住了韩国的国防和粮食，说放就放，可能吗？城市化是韩国唯一的路，进入职场为寡头打工是韩国年轻人唯一的路。他们没有退路呀，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。再看看我们，咱们平心而论啊，就算内卷卷不动，往后退一步，你看到的是悬崖还是家乡？不要不承认，只是你不愿意接受，仅此而已。有野心，这个没什么问题，挺好，年轻人就得拼。但有野心的同时还不自知，这问题可就大了。一天到晚跟这个比那个比，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就这么不自信吗？那你拿什么去拼啊？又拿什么去实现你的野心？有没有想过，国家奋斗几十年，这才实现弯道超车，给了你一个足够安全的发展平台。可你接受了那么些年高等教育，享受了历代先辈艰苦奋斗才闯出来的时代红利，真正到了回报国家的时候，你又为国家付出了什么？是你那悲观且可怜的焦虑感，还是迷之自信的职场生存之道？一个个把阿谀奉承当成真理，不愿意随波逐流，就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历练。这到底是国家的问题，还是你的问题啊？请问有人能告诉我，现代年轻人如此热衷于考编，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寻求一份相对体面的稳定工作，还是响应号召，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？大家就不要自欺欺人了。但凡跟这有关的关键词，你敢搜吗？搜到的内容评论区甚至包括一些内容，你敢看吗？都说封建王朝封建落后，百姓民智未开，可是跟那时候的很多文人志士相比啊，差远了。这是一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该有的精神面貌吗？还是说所有人引以为豪的华夏民族精神，那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、传承数千年的古老民族，就只剩下了无尽的索取和寄生？什么是民族自信？它不是嘴上说说的爱国情怀，更不是你到什么地方高喊一句你是什么什么人，然后周围对你一顿吹捧啊，你自己觉得尴尬吗？那不是民族自信，那只是国家强大给你带来的底气。真正的民族自信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拥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，能以一个独立而高贵的民族形象，有尊严的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发展，哪怕还很弱小，哪怕目标很远，也能坚定地向前迈进。可问题在于，民族自信的凝聚靠的不是国家，而是人呐。国家只是代表，人心才是关键的。成天比这个比那个，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说的好听点，看看还有什么地方不足；说的难听点，你倒是动起来呀！你连动都懒得动，除了传播焦虑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国家是没有自我意识的，国家意识靠的是民族意识，民族意识靠的是公民意识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没有奉献、只会索取的民族，能树立起什么正确的民族价值观呀？说句实话，我琢磨古代史的时间要远大于我琢磨世界史的时间。
但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我已经很长时间，甚至可以说从我开始制作视频以后，就没怎么发布过古代史的内容，很少。因为我知道，平常关注那些古代史的绝大部分都是我父辈那一代人啊，倒不是说没有年轻人愿意关注古代史，而是因为年轻人所关注的古代史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代史内核。举个例子吧，曹操、霍去病、辛弃疾、于谦这些古代枭雄、英雄、文人志士的事迹，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。可是说的现实一点，这些名垂青史的古代名人，他们的功成名就是从一出生就注定的吗？并不是呀，时势造英雄，因为他们出生在那个时代，所以他们才能功成名就。那么关注这些名人事迹，除了能给小孩子树立一个英雄榜样以外，对于成年人来讲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再举个例子，商君书、杨如阴法，一个商鞅，一个董仲舒，知道这两位生平的朋友应该不少。但是真正了解过这两位生平主张的，以及他们这些主张的时代背景的，又有多少？那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对于这两位应该怎么看待？我不说答案，是非曲直交给大家来判断。我只能说，这两位传播出来的主张，在某种意义上贯穿了华夏文明的主线。只可惜现在有不少人，他们只接受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内容。就比如我前面说的这一段内容，我能确定我说的是真是假，你能确定吗？如果我说的是假的，那么你所接受到的信息是不是就是一个假的信息？你会因为我传播的一段信息而想方设法的去求证吗？多数人的选择是不会，可我错误的信息已经留在了你的认知里面，以一种潜移默化的状态，时时刻刻影响你的认知。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，这样的错误信息随处可见。不说看到一个信息就去想办法求证吧，最起码的独立思考应该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吧。那么现在再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，大家可曾有审视过自己的内心，看看自己对于这个生你养你的高贵民族的认同感还剩下多少？还记得你的身后站着的不仅是你的家人，同时还有一个百折不挠的强韧民族吗？我是大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